这集来说说我是如何调频的。在观看本片之前，建议先看过上部影片 Z 轴保养与零件更换，同时确保机构部分在正常的状态后再进行调频。嗨，欢迎来到 Slow， 我是 David。一般买到机台时，都会跟使用者说拿张白纸，把白纸夹到喷头跟热床之间，然后旋转热床下方的调整阀，直到抽拉白纸时会有阻力开始。接下来将白纸调整到可以拉动但是不能推动的加紧度，就可以算是这点校正完成。这方法我也照做了一阵子，但不久发现这样的方法并不稳定，每次调整的厚度都不一样。到底有什么办法可以准确的校正，而不是每次凭感觉？个人根据不同的方式整合出一套自己的调频校正方式。如果有调频感测器装置，可以更进一步的知道每个位置的细节。首先从工具介绍开始，你会需要几支筛齿、一个百分表跟百分表安装座。筛齿有很多不同的厚度，请选择机台校正时热床会出现的厚度。我这台是会在选择热床调频时会自动拉高 0.2 毫米，也就是校正基准点会是归零后上拉 0.2 毫米的位置。我的筛齿则是 0.05 毫米一个级距，所以我会准备 0.2 毫米上下各一个级距作为校正的标准，将 0.2 毫米的筛齿塞入喷头跟热床中间的缝中。在不将喷头往上挤的情况下，筛齿可以正常插入缝之间，但有些微阻力。接下来换成 0.15 毫米的筛齿，将筛齿置于喷头与热床之间。如果筛齿移动有阻力，表示喷头与热床距离太近，需将两者分开。接下来将 0.25 毫米的筛齿插入缝中。如果 0.25 毫米的筛齿可以自由滑动，表示距离太远。在经过几轮的调整后，可以确保热床平面在 0.15 至 0.25 毫米之间的误差。这边要注意，这个动作最好是喷头跟热床都在稳定猎鹰温度下进行，以确保最佳的调整距离。请小心喷头的高温与热床高温，但这样的方法还是不够准确。接下来就是使用百分表的调整方式。百分表这边需要一些设计能力，先自行设计百分表的固定座，将百分表固定在需要对齐的平面附近。这边是直接将百分表安装在 X 轴上，这方式同时可以降低会动到热头本身的风险。同时要注意的是，跟刚刚不同的地方是测量位置的不同。刚刚说明使用筛齿是直接测量喷头与热床间的距离，这边测量的是框架与热床间的平行，所以确认热头平面与热床平行后，还需使用筛齿来确认喷头与热床间的距离。不过因为有多一道热床整体的位置调整，进度上会比只有使用筛齿 0.1 毫米误差要来得更准确。在影片中可以看到，百分表的显示数值在移动 Y 轴时会有变动，这就可以回应前集热床翘区的真相影片中的说明。其实这片热床本身已经有些微的变形了，碰到热床本身不平整，可以考虑未来是否使用感测器的方式记录整个网格点中的位置，来达到最佳的调频。前期中也提到，热床本身会因为加热热胀冷缩的现象稍微变形。虽然部分使用者有指出，感测器会因为温度变化导致量测精度下降的问题，不过以目前来说，感测器的往复精度如果落在大约 0.01 毫米就已经非常够用。经过这些调整后，机台正常不再需要每次猎鹰都调整水平。同时确保猎鹰出来的高度可以较准确地反映在弓箭上。本频道目前着重 FDM 3D 猎鹰机相关知识与技术交流，有不同看法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。我们下次见。